大家好，我是老罗。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刚刚完工的衣帽间改造的小工程，希望大家喜欢。别忘了给我点赞、留言和订阅我的频道。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3年多了，老婆一直说需要一个梳妆台。3年过去了，我终于不好意思再拖下去了。梳妆台的位置我们选在了衣帽间的一个区域，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清干净。我发现这儿有一个挡电盒的板，我现在呢要把它打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电线。如果有电线呢，那就太好了，因为我最终的设计呢是我老婆化妆的镜子会有灯。所以如果这里有电的话，那我接灯就方便得多了。果然后边有电，这个真是一个不错的发现。好了，我现在要先把这个美观的小三角拆掉。我刚才捣鼓了半天，怎么着也拿不下来，结果我发现呢，这个东西里边是有螺丝的。这个板呢，就是有2个这种锁头把它固定住的，只需要从这里边拿一个十字改锥，然后呢逆时针的一拧，这个东西就会下来。我刚才呢是把这个小塑料片拿掉了，但是我发现拿掉了以后呢，这个板就是悬空的，所以为了这个板呢不突然的掉下来，我又把这个小塑料片稍稍的加回去一点。接下来就是把这些个架子拆下来。新的梳妆台台面将会是36寸宽，刚刚好是现在这个架子左边的那个区域的宽度。这个架子竖着的板子就是利用板子上的一个小钩，勾在横着的金属条上。说白了呢，就是 French cleat 法式卡榫的结构。我需要把其中一个拆下来的竖板锯短，但是我的斜切锯拉到最长也不够一刀切断这个板子。所以我切完一刀之后，把这个板子翻过来，再切一刀，就可以把这个板子切断了。这个竖板的材料英文叫做 melamine， 中文我查了一下 ，melamine 原来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3聚氰胺。它表面的一层很脆，在切割的时候，锯齿咬出板材的那一面，非常容易就会出现这种狗啃的样子。为了避免这种狗啃的样子，我们可以把板子2边都先锯个很浅的槽，然后再一刀切过。在切割 melamine 的时候，我们用这种3刀切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材料的2边切出来都是好看的。这里我给这个3清板贴上封边条。架子拆下来之后，我发现后面的墙需要漆一下，刚好家里有剩下的漆。然后就是把架子装到我需要的结构。
看一看啊。还可以。你等一下，另外一只手别闲着。这只手托个这个，让我大概有一个 idea。好，你拿回来，再等一下。我天哪！这可是石头的呀，这个这么沉。来，我们用一个粉饼再试一下。粉饼里头是，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就这么大了。就它了啊！就它，不能改了啊！要改的话就花钱再买板。大家都听见啊，他说不改了啊。如果想偷懒的话，台面是可以从家装店买现成的。我呢就是从美国这边的一个家装店叫做 The Home Depot 买的台面。Home Depot 其实卖很多不同的台面，选择很多。我买的这么一大块桦木台面是109美元。然后因为要加一个电源插座嘛，所以也顺便买了一个增加电源插座的东西。我以前和大家着重分享了怎样给家里增加一个新的电源插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根据刚才我老婆同意的台面深度，我把买来的台面锯到需要的尺寸。北美这边的房子墙大多都是石膏板，石膏板后面呢是木头架子，这些木头英文叫做 stud。这里我用木头探测器找到了石膏板后面的 stud。然后我把一条木头用螺钉固定在石膏板后面的 stud 上，起到一个支撑台面的作用。出于保险，我用斜孔将台面也固定在 stud 和台面两侧的竖板上，因为不会有谁没事钻到台面底下去看，所以呢，不会有谁能看到这个斜孔。我老婆从网上买了一个很酷的镜子，因为这个镜子后面挂孔的位置，我只能利用膨胀栓来把这个挂镜子的螺钉钉到石膏板上。挂好镜子以后呢，我发现镜子上面的地方感觉很空，所以我决定再加一个小的置物架。所以先找一下石膏板后面的 stud。刚刚锯窄的台面剩下来的那块板子刚刚好可以用来做成一个小的置物架。这个置物架因为是装在墙上，架子的上面和下面都会被人看到。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使用斜孔，就会影响美观了。所以我决定用一个深槽来作为置物架的支撑。这里我用的洗刀头是3/4英寸宽。我开槽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把这个槽开出来，而不是说一下子开出一个深槽。如果一下子开出一个深槽的话，会非常的吃力。然后我用台锯锯了一个小木条，这个小木条比我开的那个槽稍微小那么一丁点儿，原因呢，我等一下会解释给大家听。我用刷漆胶带做了一个带引号的双面胶，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这个小木条临时的贴在墙上。然后呢，我拿了一些废纸叠了几层，用来把这个小木条垫高，这样我就能够确保我可以把这个小木条推到墙上粘住了。
然后就是利用这个里面有小木条的置物架，把这个小木条贴到墙上。这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确保我找到水平。找到以后呢，我把这个置物架轻轻的、很小心的拿走，这样呢，小木条就贴在墙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小木条比这个卡槽要小一点点。如果小木条和卡槽是严丝合缝的话，那我把置物架拿走的时候，这个小木条会被置物架一起带走，而不是粘到墙上了。置物架的两边，我是利用了放隔层的隔板钉。下面呢，我就开始做抽屉。大家看到的这块形状很奇特的木料，这个是我以前做绿植台剩下的木料，这块木料做抽屉刚刚好。然后我利用台锯锯片的宽度，给抽屉的4个侧面开了槽，抽屉的底板呢会卡到这4个槽里。这里就是锯抽屉的底板。抽屉4个侧面的连接，我使用的是斜孔。出于美观，我给抽屉的4个侧面做了封边。我以前分享过一期如何给层板做封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多余的封边条用这个手动修边器非常的方便。注意，我是在抽屉前后面的外侧打的斜孔，这样抽屉里面就看不到斜孔了。抽屉的前面呢会有一个抽屉脸儿，把这个斜孔挡住。抽屉的后面呢，反正也不会被人看到。如果在抽屉的左右侧面打斜孔，那每次拉开抽屉都会看到斜孔，这样的话呢就影响美观了。然后我在台面底下加了2个侧板，用来安装抽屉的导轨。然后这个梳妆台就完工啦。